第31届白玉兰奖颁奖典礼落下帷幕，恭喜所有获奖的演员，也想对那些没能站上领奖台的人说一句，你们同样值得掌声。但就在颁奖礼结束没多久，一条3个月前的旧帖子突然被顶上了热搜。你们不知道的是，那条帖子里写的每一句话居然全部应验了，而他预测的方式简单到让人后背发凉。先说说这次风波的主角，《沧海传》这部剧今年拿下了6项提名：最佳中国电视剧、最佳导演、最佳男主角、最佳男配角、最佳摄影、最佳美术，是本届提名数量最多的一部剧，没有之一。它播出期间的成绩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央视8套收视峰值突破 2.1%， 全网播放量冲破30亿， IMDB 评分高达 9.5， 发行到了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这个数据放在任何一年都是现象级的存在。可就是这样一部剧，颁奖礼当晚6项提名1项未得，网友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与 quote 挂铃与 quote， 这2个字一出来直接冲上了热搜第一。而真正让这件事发酵的不是挂铃本身，是3个月前有人在豆瓣发了一个帖子，写下了一句话：老带新，男带女，主旋律。当时看到这句话的人大多数当成了一个玩笑，谁会认真去猜一个还没公布提名的奖项最后花落谁家？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。颁奖礼结束之后，有些人把这条旧帖翻了出来，一条条去对照。最佳男主角给了资历更深的男演员，最佳女主角给了这2年正在上升期的新生代，而拿下最佳剧集的作品题材恰好偏向主流叙事。3句话3个结果全部命中，这种精准比奖项本身更让人心里发毛。你猜怎么着？观众质疑的从来都不是拿奖的人演技不好，恰恰相反，大家承认对方是有实力的。真正让人不舒服的是那种局外人陪跑的割裂感。当一个行业里心照不宣的规则被提前3个月剧透，还分毫不差的兑现，那这个奖项本身的悬念感和公信力也就跟着一起被消解掉了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件事也被扒了出来。有观众发现，颁奖礼当晚，《藏海传》剧组被安排在了压轴出场，红毯环节全程给足镜头，热搜话题也被反复带动。可颁奖环节一开始，这部剧却全程陪跑，一个奖杯都没拿到。有评论直接说，先把人气拿来给典礼引流，用完之后转头就丢开，这种做法很难不让人多想。说真的，如果只是单纯竞争激烈，观众未必会有这么大的情绪。真正戳中大家的是这种反差感，一边是全程压轴的镜头待遇，一边是颗粒无收的最终结果。这件事的背后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，白玉兰奖近13年从来没有把最佳男主角颁给过古装题材的作品，这道题材壁垒比想象中要顽固得多。往前翻一翻历史，几年前那部同样口碑爆棚的古装剧7项提名，同样是1项未得。这不是孤立，是这个奖项一直没能摆脱的老问题。而肖战本人其实早就成了这道壁垒里的一个历史性突破。作为首位入围白玉兰最佳男主角的90后演员，提名本身就已经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认可。评论区炸锅的同时，也有相对理性的声音站出来说话。有业内人士直接点评，《藏海传》这个题材本身在评奖体系里就不占优势，拿奖难度天然更高。但同一个人也毫不掩饰地肯定，肖战个人的商业号召力和国民度，早就是同期演员里几乎找不到对标的存在。专业奖项考察的是表演深度和题材偏好，商业价值考察的是市场买单意愿，这本来就是2条不同的赛道，谁也替代不了谁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件事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再回头看看肖战本人在颁奖礼当晚的表现，你会发现情绪最激动的其实不是他自己，而是屏幕外的观众。整场典礼，他始终保持着礼貌又松弛的状态，该鼓掌的时候认真鼓掌，该祝贺的时候真心祝贺，没有一丝阴阳怪气，也没有半点情绪外露。这种松弛感恰恰是最难得的东西。换作是你，6项提名全部落空，还要在镜头前笑着为别人鼓掌，你能做到心态这么稳吗？
也正是这份不卑不亢，让他在颁奖礼之外收获了比奖杯更多的东西。观众开始重新讨论一个演员的价值到底应该由谁来定义，是那一座奖杯，还是那些真正被角色打动、愿意反复安利这部作品的普通观众？3个月前的一条旧帖，戳破的不只是一场颁奖礼的悬念，更是把整个行业心照不宣的评选逻辑摆在了台面上。评委会主席曾经公开说过，评选不看题材大小，不看流量热度。可当预言精准到这个地步，观众自然会追问一句：丢脸的到底是这部剧，还是这套渐渐失去说服力的评价标准本身？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这条3个月前的预言帖到底是巧合，还是行业里公开的秘密？说到底，奖杯终究只是锦上添花，它可以为一部作品增添光环，却从来都不是衡量一部作品真正价值的唯一标准。一个奖项代表的是某一个时间节点的评审选择，而一部优秀作品真正的生命力，却来自观众长久的认可、市场持续的反馈，以及时间不断沉淀后的口碑。回过头来看《藏海传》，它一路走来的成绩，其实早已给出了最真实的答案。从开播之初引发全民关注，到收视率持续攀升，再到网络讨论热度居高不下，每一次剧情推进都能够掀起新的话题，每一个角色都能引发观众的深入讨论。这种热度不是营销制造出来的短暂狂欢，而是内容本身带来的持续发酵。尤其是在社交平台上，大量观众自发分享剧情解析、人物成长以及文化细节，这种真正来自观众的认可，比任何一个奖杯都更有说服力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《藏海传》的影响力早已突破国内市场。据公开信息显示，它成功发行至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让越来越多海外观众通过这部作品了解中国故事、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影视制作水平。当一部电视剧能够跨越语言、文化与地域的界限，被不同国家的观众接受和喜爱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认可，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体现。相比一座奖杯，这种文化传播所产生的长期价值显然更加深远，也更加难能可贵。至于肖战这一次与奖项失之交臂，或许并不是遗憾，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。真正优秀的演员从来不会因为一次获奖而被定义，也不会因为一次落选而失去价值。观众最终记住的，从来不是领奖台上的几分钟，而是荧幕上那些令人共鸣、令人感动、令人久久不能忘怀的角色。那些能够穿越时间，不断被观众重新提起的经典人物，才是演员职业生涯中最珍贵的财富。时间会筛选真正优秀的作品，也会留下真正有生命力的角色。当热度散去，奖项成为历史，人们依然愿意反复观看、反复讨论的作品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典。所以，这一次的挂零，或许只是暂时的结果，而《藏海传》所创造的收视成绩、市场影响力、海外传播力，以及肖战不断积累的角色口碑，才是真正属于他们，也无法被任何奖项取代的荣耀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属于优秀作品的价值也永远不会只停留在奖杯之上。真正能够被时代铭记的是作品本身，真正能够留存在观众心中的是角色带来的感动，真正能够成为文化印记的是那些跨越时间依然熠熠生辉的故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